突然的想念你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吴小亮大胖主。那我现在人在马德里。那这一集呢，会大家在马德里来逛一逛，看看2天时间可以在马德里玩到什么，以及一些经典景点和人气打卡点的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。OK， 那 Let's go。那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丽池公园。这个公园呢，以前是皇家的，后来呢就开放给民众了。这公园非常大，环境呢也很好，就是有很多绿植啊，还有一些人工湖，里面逛起来就觉得很舒服，很臭。这公园里面比较有名的，一个是阿方索12世的雕像，还有一个是水晶宫。水晶宫的话呢，它现在好像是在一个修建的状态，我们没办法看到它要关闭到2027年。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要去的 Rose Garden。哇，你看这个光影的感觉真的好好哦。这次旅行我们会在西班牙待大概半个月。那除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，我们还会去到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一些城市，做一个相对比较深度的西班牙之旅。大家如果对我们这次的旅行感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来关注我的频道哦。你看它这边的玫瑰其实开的还蛮好的，就是那种盛放的感觉。虽然说现在已经不是玫瑰的季节了，然后其实花的话也凋谢了很多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当季来的话，应该会还不错。而且它这个玫瑰园它建造的这种给人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像那种爱丽丝这个梦游仙境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。你看这里面的玫瑰花，差不多要跟我的手一样大了。Hello， 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已经从我们今天第2个点普拉多美术馆出来了，它里面是不允许拍照或是拍视频的，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大家素材看。但是其实这样子呢，也算是减轻了我的负担，不用去考虑什么拍摄这些东西，就只是专注于欣赏这些画作就好了。这个美术馆呢，其实里面是以绘画为主，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美术课本上看到的公鹅、裸体的马哈，我们是没有租讲解器，事前有在小红书上面找了一下它的攻略，把它里面罗列出来的一些重点画作去着重看了一下，即使这样子也花了3个小时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想要仔细的去看，我估计可能需要快1整天。现在我们逛完已经6点多了，准备去吃饭。在路上的时间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今天早上换钱小插曲，因为我们在东京就只换到了一张200欧的大额纸币，所以想把它去破开来，然后就找了家银行。刚好等我们前面的那个人他办完了业务，我们刚要上去的时候，业务员他就出去，应该是去喝咖啡去了，就有点惊到我们了。大概过了20分钟左右他才回来。我想说，哇塞，在这边工作也太chill了吧，所以说来这边心态要放平和一点，去接受他们这种松弛感。那我们今天晚餐是来到一家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专门吃 tapas 的餐厅，就在格兰大道上。首先我们点了饮料是桑格利亚，它这边的桑格利亚是分2种，一种是 wine， 一种是 sparkling。我们点的是 sparkling 桑格利亚，我觉得它喝起来比较清淡，酒精味不会太重，比较清爽，比较果酒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菜的话，我们是点了6个 tapas。第一个菜是红魔虾，我吃起来是觉得它有一点腥味，所以一般般。第2道菜是章鱼加土豆，是把煮过的章鱼撒上红椒粉，然后再蘸上橄榄油。因为我个人没有很喜欢橄榄油的味道，所以这道菜跟我期待中差了很多。第3道菜呢是烤青辣椒，味道还可以啊，但是没有期待中的那么惊艳。应该就是把青辣椒烤一烤，再撒上一点盐。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我也能做。接下来是牛肉配鹅肝，它是在一片面包上面加上牛肉和鹅肝。因为这道菜没有在日本吃过，我感觉没有差那么多，中规中矩吧。接下来是火腿配上鳕鱼，再配上蛤蜊浓汤的一道菜。如果你单吃这个火腿的会非常咸，一定要配上鳕鱼还有这个浓汤一起吃，才能综合到它的咸味。最后是烤的虾和鱿鱼串，我吃到的这一串啊，它的虾是有点沙沙的口感，它的虾线没有去得很干净，是一般般。所以感觉是我们对这家餐厅的期待值有一点过高了，总体来说是比较一般。如果说你是刚好经过这边，也不用等太久，可以来这边尝试一下。但如果是专门为了吃这家餐厅而跑过来，或者是要等非常久的话呢，我个人就不是很建议了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现在来到了太阳门广场，我后面的这个雕像就是这边非常有名的熊与树莓雕像，它是马德里的市徽，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象征。看这周围围的一圈全都是游客，人非常的多。那
那我们昨天其实也有经过这个广场啊，昨天经过的时候，这里基本上全都被围起来，好像在修建什么东西，而且那个熊与树莓的雕像旁边也是围了一些栏杆，人都没有办法靠近。没想到我们今天来的时候，修建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拆掉了，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的。事情的原型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才会拨以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。马德里不思议。在去马约尔广场的路上，路过一家早餐店，发现本地人都是站着吃早餐。之后还路过了板墙火腿的火腿博物馆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马约尔广场，这个广场还是蛮美的，它后面都是红色的建筑，白色的窗，基本上一圈都是这样子。它这个广场相对于刚才太阳门广场来说，稍微的会小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太阳门广场那种乱乱的感觉。虽然这边的游客也是人蛮多的。Hello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吃 churros 很有名的一家百年老店，就在马约尔广场附近。那在西班牙都是通常把 churros 蘸到热巧克力里面这样子吃，但因为我本身还是蛮喜欢热巧克力的，所以还是蛮期待它到底是什么味道的。不蘸巧克力，它就是咸口的、脆脆的，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油条，但是它比我们国内的油条要扎实一些，不是那么蓬松的感觉。现在我来蘸一下巧克力。这巧克力它其实不会很甜，像Z先生一开始他比较抗拒吃这个，就是因为他怕吃甜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巧克力他可以接受。然后它这个巧克力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粘稠，稍微有一点水水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好吃的。你看它其实这一片哦都是他们家的店面，包括就是这些坐在外面的也是很厉害。看甚至马路对面的这几家店也是他们的，感觉他们已经把这一块地都包下来了。哇，你看眼前这个建筑就是圣米盖尔市场了，看这边的这个人非常之多。天哪，圣米盖尔市场太夸张了，人太多了，里面根本就走不动道。我跟 Z 先生可能只在里面待了5分钟，就有点受不了，就出来了。本来可能还想着在里面吃点 tapas， 但人实在太多，我们也不是很有那种心情，感觉它已经从一个市场沦为了观光客聚集的地方了。那我们现在打算在这个周边找一找，看有没有可以吃午餐的地方。Later。那我们刚才吃的这家店，总体来说我觉得一般般。这家店是 Z 先生在 Google 上面找的，评分有4点几，我们就点了几个 tapas， 量还是挺大的。第一个是 Spanish omelette， 西班牙式的蛋饼，里面是软软的土豆，吃起来比较淡淡的一点点咸味，中规中矩。第二个我们点的是茄子搭蜂蜜，这道菜还是 AI 推荐的，它是炸过的茄子，上面撒了一些红糖浆，吃起来就特别的奇怪，也不怎么好吃。第三个点的是 coloque， 它就是炸的那种小丸子，里面包的是 cheese， 还有一些肉，喜欢 cheese 的人的话应该会喜欢。最后一个甜点也是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所以总体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 Google 评分那么高，可能是我们没有点对菜，反正就是一般般的一家餐厅。吃了这2顿的 tapas 以后，我就感觉并不是所有 tapas 都是好吃的。马德里王宫是西班牙王室的官方王宫，不过现在王室平时并不住在这里，更多是用来举行一些国家仪式和正式活动。这座王宫建于18世纪，是在原来旧王宫被大火烧毁之后重新修建的，也因为这样，它整体看起来非常完整对称，而且很有欧洲宫殿那种正式感。王宫里面的参观重点主要是各种不同用途的房间和王室收藏，像王座厅、宴会厅、礼拜堂，还有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、壁画、水晶灯都非常华丽。你看这个房间，天花板上的4个角竟然是8千过海里的人物。
besos despacito,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. Quiero ver bailar tu pelo, quiero ser tu ritmo,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. Hello， 大家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从马德里王宫参观完出来了，逛一圈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房间，每一个房间它有很多不同的用途。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富丽堂皇，尤其是房间里的水晶灯，我觉得特别好看，感觉一个房间比一个房间更豪华。然后我们这次没有租讲解器，大概就是借助了一下 AI 和小红书的攻略，稍微走马观花的看了一圈。我们大概是花了差不多3个小时。那其实这一次是我第2次来西班牙，第一次是2012年的时候，当时是跟团来，当时玩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走马观花的，有些景点都没有去到，像这个王宫，当时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下，并没有进来参观。那所以就希望这一次可以弥补一些之前的遗憾吧。那今天的晚餐，我们是来到酒店附近的一家餐厅，也是临时找的，是在 Google 上面找的一家评分4.多的餐厅，主要想来试试看这边的西班牙海鲜饭。今天我们也点了桑格利亚。今天点的这个桑格利亚，它的 base 是红酒，我喝了以后觉得其实还不错，比较清爽，带一点甜甜的味道，酒精味不是那么浓，还蛮好喝的。这个是我们点的第一个 tapas， 是章鱼下面铺了一层南瓜。这道菜味道跟我想象中的差距有一点大，我以为会是一个比较重口味的菜，没想到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淡的，而且它的章鱼也不是很 Q 弹。我们点的第2道菜是猪耳朵。猪耳朵是我和这先生公认觉得它还蛮好吃的一道菜，是把油炸过的猪耳朵上面淋上一层千岛酱，吃起来就是脆脆的口感，加上咸鲜的味道，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会喜欢的那种味道。我们点的海鲜饭是 seafood 的paella，我觉得味道中规中矩，它这个饭是有一点点硬，味道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艳，但是这先生说他觉得还不错，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味道。我希望在之后的旅途中可以吃到，就是会让我真的觉得很好吃的海鲜饭。以上就是《西游记》第1集马德里的真实体验。下一集我们会去塞维利亚，开始进入西班牙南部的旅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不印花不印黑的真实旅行记录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一集继续在西班牙走走看看。